深夜，班长在女生宿舍群发了张奇怪的自拍照，他浑身血渍，拿着一条手臂对着镜头微笑。我正想吐槽，可下一秒弹出一条新消息：人手不够，请留校女生立刻到寝室楼下集合。我瞬间从床上清醒，浑身被冷汗浸湿，紧接着上铺传来一声尖叫，室友小美也被这张照片吓到了。酱汁，班长他疯了吗？因为是假期，我们寝室只有我和小美2人留校，其他寝室留校的女生也不多。学校为了方便管理，便把班长拉进了女生宿舍群。在班长发完这几条消息后，群里瞬间炸锅了。306陈平，班长，大半夜的你别吓人好不好？310小美，要不要报警？308赵岩，有没有和男生那边关系好的？问一下是怎么回事？304李青青直接回怼，班长你神经病啊，搞这种恶作剧。304寝室就我一个人，2条手，有种你就来。就在李青青发完这条消息之后，班长陈翔立刻回复，我已经到楼下了，立刻上来。说完附上一个菜刀的表情。怎么办啊，酱汁，他要上来了。室友小美胆小，被陈翔这一下直接哭了。我赶紧冲到阳台边，从我们寝室阳台这个角度，正好能看见宿舍的大门。窗外雾蒙蒙的一片，宿舍门外真的站着一个人影，他戴着帽子，手里还握着什么东西。下一秒，宿舍大门被人从里面打开，陈翔进来了。什么情况？是谁给他开的门？我心里一颤，赶紧把看到的情况发在群里。306陈平，酱汁，你看到他手里的东西是刀吗？304李青青，宿管阿姨人呢？怎么让一个男人大半夜进你寝啊？308赵岩，留校的男生，我一个都联系不上，电话也打不通，该不会真出事了吧？我刚想让室友立刻报警，群里又有人说话了。202张小婉，大家别怕，刚才是我开的门，今晚班干部聚餐，酒喝多了，起了一些冲突，我刚和陈翔聊过，已经没事了。照片上的是假手，都是万圣节晚会的道具。说完，张小婉在群里艾特了我们几人，并发了一个抱拳的表情。306陈平，没事就好，大晚上吓死我了。床上的小美紧跟着松了口气，还好一切都是假的，我刚才差点就报警了，可我总觉得不对劲。哪不对劲了？你看群里张小婉说的话，还有她发的表情，怎么那么像是陈翔发的？张小婉以往在群里聊天，总是习惯先发一个潮流的表情图，并在每句话的结尾加上一个符号。她刚刚的聊天实在太像陈翔说话的习惯。砰砰砰，说话间，宿舍的房门突然被人拍响了，我心里一惊，低声道：是谁？隔了许久，门外传来回应：是我赵岩，寝室里就我一个人，我有点怕。听到这，我稍稍松了口气。赵岩的308寝室就在我们宿舍隔壁，可我刚才并没听见隔壁寝室有开门的动静。小美不想我开门，但赵岩在外面一直催促，甚至是威胁。无奈之下，我最终还是打开了寝室门，让赵岩进了宿舍。随后我立刻反锁了房门。赵岩一脸惊恐地看着我，酱汁，你有没有觉得不太对劲？我刚才给张小婉打了语音，她死活不接，而且……说着，赵岩翻出之前陈翔在群里发的那张照片，并将照片不断放大。你们还记得张小婉右手上有个星星纹身吗？是不是和这个纹身很像？经赵岩这么一说，我立刻想起来了，张小婉确实向我们炫耀过她右手小臂上的纹身。这么一对比，无论是纹身的样式，还是纹的位置，都和照片上的断手一模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张小婉已经被陈翔杀了？刚才都是陈翔冒充张小婉在群里说话，可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？赵岩看向我，说话都带着颤音。你听我说，大学城最近出了好几起命案，我有个亲戚是刑警队的，他告诉我，那个变态杀人狂只在雨夜动手，而且每次都会砍下死者的双手带走，好像是有什么心理障碍。我听说陈翔在男生那边很不合群，而且每到下雨天的时候，他都会消失不见。我感觉那个杀人狂就是陈翔。正说着，屋外一道闪电掠过，伴随着惊雷落下，一场暴雨即将来临。深夜，班长在女生宿舍群发了张奇怪的自拍照，他浑身血渍，拿着一条断掉的手臂对着镜头微笑。接着又发了一条消息：人手不够，马上去女生宿舍楼。我拿出手机准备报警，却被一旁的赵岩阻止。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赶过来得20分钟，我们先通知其他同学，让他们这会儿千万别开门。赵岩当即给李青青打去语音，联系陈平还有辅导员的任务则交给我和小美。赵岩那边电话最先打通，他刚想说话，电话那头却传来一阵低沉的男声：嘿嘿嘿，差6只人手就够数了。是陈翔的声音，这说明李青青她也被陈翔给。这时小美的电话也打通了，电话那头陈平开口问道：小美有事吗？话落，陈平那边便传来有节奏的敲门声，砰砰砰。陈平对门外喊道：是谁？青青是你在外面吗？此刻小美立刻对着那端的陈平大喊道：陈平，听我说，千万别开门，她不是李青青。喂，陈平。大概过了2、3秒，话筒那边传来的却是陈平撕心裂肺的哀嚎声：不要，救命！接着一切再度归于沉寂。
都怪你！赵岩对着小美怒斥道：“你这个废物！如果你早点告诉陈平，他就不会被陈翔杀死了。”小美本来胆子就小，被赵岩这样一呵斥更害怕了。只见小美眼含泪水，嘴里不断念叨着：“对不起，都怪我。”可赵岩依旧不依不饶：“对不起有用吗？你怎么不替陈平去死啊？”我实在看不下，开口打断道：“赵岩，你几点报的警？警察到底什么时候能过来？”我想不明白，都到这种时候了，赵岩为什么还要这样针对小美？我刚想上前安慰小美，可伴随着一阵惊雷炸响，小美一声尖叫，她径直推开我，随后打开寝室大门，直接冲进黑暗的楼道里。她是想去救陈平吗？可是楼道里还有个杀人狂在。然而一旁的赵岩见状，却突然捂起嘴狂笑，他当着我面拿出手机，轻声说道：“注意注意，目标已经出310室寝室了。”正朝着306那边移动，你们一定要录下珍贵的素材。我顿时反应过来，什么意思？今晚发生的一切都是你们故意设计好的是吗？赵岩白了我一眼，一脸不耐烦地开口解释：万圣节晚会，辅导员不是让我们准备节目吗？我好不容易才想到了这个点子。那只张小婉的断手，我们可是准备了好久。你们也太过分了，居然想了个这么损的法子，要是弄出事了怎么办？能出什么事？正说着，赵岩的手机响了，是陈翔打来的电话。他刚接通电话，瞬间变了脸色。什么？人不见了？楼下还来了一个警察，一个人吗？警察出警哪有单独一个人的？可不知为何，陈翔那边突然挂断了电话。察觉到不对劲，我和赵岩立刻朝楼道走去。整条楼道异常黑暗，依稀能看见地面上散落的若干条道具人手，这是他们为了吓唬小美故意留在这里的。可奇怪的是，308、306以及304的寝室门全都是半掩着的。陈翔、张小婉、李青青他们就像突然人间蒸发了一般。就在这时，我不小心踩到一只道具人手，脚底异样的感觉让我忍不住低头看去，可地上那只人手的手指还在微微的抽动着。我认出了手臂上的星形纹身和5个手指新做的美甲，这是张小婉的手。我立刻意识到了不对，对着赵岩大喊：“这不是道具，是真的人手！赵岩，快跑！”与此同时，另一侧的楼道口缓缓走出2个人影，一个是陈翔，另一个是身穿警服、戴着黑帽的高个男人。陈翔在前一言不发，就像是那高个男人压着陈翔的双手，逼他朝前走。赵岩压根没意识到不对劲，他还试图向对方解释着什么。警察同志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今晚发生的事都是我们一个同学的错。陈翔忍着剧痛冲我们拼命大喊：“快走！他不是警察，是那个真正的雨夜杀人狂！”接着陈翔发出一声惨叫，之后便径直地倒在了地上。而那个大高个缓缓看向赵岩，用沙哑的嗓音说道：“你的手好漂亮啊，能给我吗？”赵岩被吓得瘫坐在地，高个男人则拿着长刀朝他缓缓靠近。